历届的美国总统都是在用生命在表演。当上美国总统，纵然可以在地球上呼风唤雨，但却随时也会被找去见上帝。美国总统的遇刺率高达20%，10个总统里就有2个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美军保驾不力吗？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武力最强的国家，身边还有一大票铁杆盟友，遍布欧洲、亚洲、大洋洲、美洲等。因此，如果说美国是个半个地球的盟主，其实也不为过。就连曾经他的宗主国英国，今天也变成他的跟班，可见其势力。他现在手上还控制着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联盟——北约。而作为美国的总统，自然就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影响力或权威的人物。只要一声令下，世界上多数的中小国家都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科索沃等，都曾经被其摧毁。管你是不是主权国家，只要你危害到美国的利益，你就得付出代价。所以自美国建国以来，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而在2战后的所有历届美国总统中，只有一任总统，就是大家称他为狂人的特朗普 Trump， 只有他没有发动过战争，其余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参与过或发动战争。而美国很聪明，他发动的所有战争都只会在别人的国家，不会摆在美国自己的领土来开打，别人会为战后重建买单，或跟美国贷款重建。这招新加坡肯定要学，因为新加坡很小，都是城市，任何一个炮弹掉下来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有必要像美国这样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 Trump 特朗普除了讲话直接了点，到底是哪里狂了？我还真不明白 ，maybe 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在我看来，他拯救了很多生命呢，因为他没有发动过战争，因此美国的仇家是西北多的，所以出门的安保规格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上一次的英国女王驾崩，受邀出席葬礼的世界元首们，全部都是挤巴士一起到现场的，不能乘坐自己的交通工具。但只有美国总统拜登例外，他骑着他的野兽到了现场，而他给的理由是安保需求，也就是变相的说，对比起其他国家的元首或领袖，他遇刺的风险更高，所以必须特别处理。野兽 The Beast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是一款定制款的拉长型防弹轿车，重量超过9吨，相当于1辆坦克。每加仑的油只能跑5英里，轮胎窗口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子弹打不进来的。其车身的钢板厚度就达到了20厘米，有很强的防弹功能，还能发射催泪瓦斯，将自己包裹在烟雾之中，迷惑潜在的敌人，更能在路上喷射润滑剂，使追赶他的车辆失控打滑。此外，车子里面还有一个迷你冰箱，里面装着与美国总统相同的血型的血液，以防万一。这款野兽是由美国特警局设计的，其任务就是保护美国总统的安全。当然，除了地上跑的、天上飞的，也有美国空军专门为美国总统定制的空军1号。它有6层楼高，可以同时容纳100人。运营空军1号的成本约为每小时20万美元，而这一款一模一样的飞机其实有生产2架，目的是让敌人不知道美国总统身在哪一架，以确保他的安全。它足以抵挡核爆炸后所产生的核辐射和冲击波，配有先进的反干扰雷达、反地对空导弹系统，还可以发射红外线诱饵。如果它的飞机被导弹追击的话，在这架飞机中装载着空军1号上最重要的设备，也就是核密码箱。这个密码箱由空军1号上的一名官员24小时保护着。它里面装载的密码可以允许美国总统在几分钟之内授权其军队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敌人发起一场核打击。通常呢，如果美国军方认为地面不安全的时候，就会把总统带上飞机。比如911发生时，美国总统原本在一所小学访问，结果就被拉上空军1号战避。而通常在空军1号后面就会跟随着几架的美国战机进行护航。但如果是出国访问的话，一般外国是不会允许外国军机进入其领空的。所以此时空军1号就会换上至少1架国家情报局的通讯飞机陪同，目的是监测可能来袭的导弹电波。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谈到了联合国如何逼印尼交出东帝汶的主权呢，让它实现独立。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
美国总统虽然说是目前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但在美国这个自由用枪的社会和外敌密布的国际环境中，美国总统的生命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啊！美国于1776年从他的爹英国独立出来，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历经了46任总统，而其中就有9任总统遇刺，几率大约20%，而其中就有4任总统更是被迫升天，可见其危险性。所以，美国的现任总统、前任总统还有总统参选人的人身安全是需要被严格保护的，而这个责任就落在了美国的特勤局身上。你可能会问，现任总统和总统参选人这些被保护是应该的，毕竟他们正在或未来将领导美国。那前任呢？都下台了，还需要保护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只要他曾经是美国的总统，那么他接下来的人生就注定危险了。无论现在是不是他当家，因为他在任内所做的事情，肯定让部分国内甚至国外的人感到不满，可能会被寻仇。如果万一不幸死于国外人士之手，你将美国的颜面放在哪里呢？堂堂的曾经美国总统竟然被某某国的人给干掉了，那现任的美国总统是不是要为他报仇啊？发动战争？不然美国的面子挂不住也下不了台，这比起你派几个保镖来保护他贵多了，代价更大。再来，作为曾经的国家领导人，他一定知道很多美国的国家机密，而这些机密都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如果被敌国给绑架了，那美国的机密不就外泄了吗？所以保护美国的前总统就是在保护美国自己啊！当然，保护前总统本人是不够的，他的家人也被纳入保护范围，以免受人绑票威胁。因此，美国特勤局也会保护前总统的妻子或丈夫，还有其孩子，直到对方16岁。比如，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出现过 UFO 飞碟呢？这恐怕只有美国总统知道而已。2014年3月，奥巴马曾在一场直播秀中谈及有关外星人的敏感问题。当时主持人告诉奥巴马说，如果他要是当上美国总统的话，他首要之务就是查看所有有关51区与 UFO 的机密档案。他问奥巴马是否有这么做，奥巴马则回答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成为美国总统的原因，因为外星人不会让它发生，因为你会泄露他们所有的秘密。外星人正严格控制着我们。Did you do that? That's why you will not be president. The aliens won't let it happen. You reveal all their secrets. They exercise strict control over us. 而类似同样的问题轮到特朗普回答时，他也说，他确实知道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但他不会告诉你他都知道些什么。 I won't talk to you about what I know about it,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But Roswell's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with a lot of people that would like to know what's going on. 哇哦，很悬对吧？答案就在美国总统身上，想知道吗？但为了阻止你获得答案，2012年奥巴马在任时候就特地出台了前总统保护法，推翻了10年保护期限。而他给的理由是，考虑到全球性恐怖威胁不断增加的现状，而多数的美国议员们也认为，在充斥着危险的世界中，对前总统实施终身保护是必要的。因此，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答案或获得美国的机密，可不简单哟，需要通过美国特勤局这一关哟。美国特勤局成立于1865年，现在的规模约有7000人，大约相当于2-3个旅的武装人员。2017年，特勤局的预算为19亿美元。所以你认为美国总统是不是在用生命在表演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了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下一期我还会继续更新美国总统的故事哟，想知道的话一定要关注我哟。如果你想看美国当年如何包庇印尼吞并东帝汶，还屠杀了差不多10万人，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订阅或关注哦。